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星星绕地球，我是陪你们聊美国看世界的星星。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 Texas 德州。然后其实想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呢，是因为前几天我之前一个硅谷的朋友，然后跟我聊天，然后他是差不多2年前，然后离开了硅谷，然后呢带着全家在 Austin 买了一个独栋的房子，然后全家搬迁过去了那里。起初他觉得一切都太美好了，然后那边房价便宜，税少，环境宽松，但是呢却不到2年的时间，那边房价跌了20万，持有成本却年年上涨，保险翻了1倍，然后电费猛涨，地税吓人，所以他最近跟我 complain 说他说他有点后悔搬离加州。那么问题就来了，德州到底是怎么了？它还适合搬吗？它还适合投资吗？那所以说呢，这一期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德州。然后呢，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德州的高收入迁回潮，来看看它还是曾经的理想之地吗？然后它从2021年到2023年，德州成了逃离加州的首选地。然后大家从 UHO 和 Redfin 的数据可以看得到，在Austin 还有达拉斯、Houston 这些城市接受了大量来自湾区、洛杉矶这些高新科技和金融从业者。大家为什么会搬呢？因为很简单，德州它第一没有州所得税，第二它那边房价便宜。哇，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在那边30-40万能买一个好漂亮的房子，而且很大的花园。但是在湾区，先不谈南加州，但是在硅谷，在湾区那边，差不多。如果说它是靠近高科技公司的话，100多万都只能买一个又旧又破的小黑屋，真的是没得比的。那边的房价1/3的价格能买一个漂亮的多的房子，而且那边的那个环境宽松很多，没有湾区这边这么卷，压力这么大。而且德州 Texas 你是知道，那边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些政策的原因，它那边的自由范围很强烈。因为这3个原因呢，当时就造成了大量的这些就是这些高收入者和一些追求就是更便宜成本、更悠闲生活的人呢，往那边去迁徙。当时的这个趋势呢，被媒体称之为高收入迁徙革命。哇，这个 title 很大呀！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25年呢，一切就开始反转。那么它是怎样啪打脸的呢？ OK， 我们这里分3点来讲，啪打脸3重奏。第一是它的房价下跌，所以说梦想中的房产也可能会贬值哦。这里呢就以 Austin 为例，当时是非常热门的，因为它那边随着高科技公司的迁入，像特斯拉呀，还有 Apple 园区的在那边的建立，所以说那边的高科技就业就迅速的上涨，然后就造成了很多的高科技公司的人员就往那边迁移，因为那边生活成本更低，然后呢就业也不愁，那边就成了第2个所谓我们的小硅谷。所以说当时的 Austin 的房价就一阵疯涨。当时在2022年呢5月份 Austin 的房价呢就达到了高峰，但是从2022年的高点到现在呢，它的房价已经平均下跌到20%。那边曾经因为科技潮而火爆的市场呢，在裁员潮和利率上涨下迅速的冷却。然后第2点呢，就是那边持有成本的暴涨，然后房子虽然便宜，但住不起了。然后那边的地税，那边虽然没有州所得税呢，但是它的德州的地税呢，普遍在2.5%到3.5%之间，远超加州的平均水平1.2%。然后它的房屋保险呢，从2022年至今呢，沿海地区呢保险涨幅超过50%，甚至于有的地区呢涨幅高达80%。那中部地区呢，它的地税也明显上涨，而且它的电费不知道为什么，在德州的电费哗哗上涨 ，HOA 呢也开始从0到开始普及。那新建社区的管理费用呢也开始逐年上调。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那边不是房子贵，而是养房子变贵了。然后第3点呢，就是生活质量的落差和文化冲突。那很多搬家者其实发现，真正让他们后悔的并不是金钱上的得失，而是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那边的气候，那我们加州是比较偏干的，然后阳光明媚但偏干，很多人可能就不喜欢那种湿热会出汗的这种气候。那德州呢，夏天闷热潮湿，特别是 Houston 和达拉斯。然后呢 Austin 呢也是常年的高温，所以说有人形容在德州就感觉出门就像洗桑拿，就很多人可能不喜欢这种气候。那边的交通出行呢也没有加州便利，然后医疗体验呢，其实
因为我在北加州生活过，我觉得北加州的医疗是非常非常好的和方便的。那边在德州呢，虽然呢有顶级的医疗中心，但例如说 Houston 的 Texas Medical Center， 但是很多搬家者就反映那边是预约难、流程复杂，然后保险限制多，就是在这边像在北加州已经被高科技公司和被北加州的这种非常非常好的保险体系所已经娇生惯养的那种高科技员工搬去那边，是可能会觉得相较加州在那边生活便利程度就下降了很多。然后那边的生活便利性呢，像可能很多精英人士都喜欢的那种 Home Foods 啊 Trader Joe's 啊这些有机超市，在那边呢，在德州的市区的确是有，但是如果你买的房子是在那个新开发区，不像之前的加州那么的便利，所以说很多人到德州之后呢就大呼不适应。还有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交文化的断层。我在北加州生活过，我觉得那边说的难听一点叫做很卷，那说的好听一点呢，就是他们那边的人就非常的积极，就是永远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中。那边高科技公司人员的这种交流非常的紧密，而且每到周末他们也不是就躺平玩，或者说去喝酒吃饭，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中，要么就是运动，要么就是学习。说的难听一点，生活枯燥。但是我觉得那边的学习氛围就是互相竞争的氛围就很强烈，然后德州那边的氛围呢可能就比较 lay back， 所以很多人搬过去就反映说孤独感比预期的要更强烈。所以说呢，在 Reddit、Twitter 和 TikTok 等平台上，那个 Texas Regret 就成了热搜的关键词，就大家各种吐槽说，原本以为过去能省钱，结果发现花的钱也不少，甚至于房价便宜只是假象，那保险和税才是真正的杀手。然后也有人 complain 说他们在那边交不到朋友，资源没有这么多，然后连个可以说话的邻居都没有，所以等等的这些情况就开始出现了搬回加州潮。虽然说潮是有点夸张了，就是出现了一些高收入者呢就流回洛杉矶和湾区。第三点呢，我们就还是说到投资房，因为近几年呢，其实德州投资房被炒得火热，那边不仅是很多的高科技从业者、高薪人搬过去那边自住，然后近几年呢，德州的房地产也是被炒得火热。那么现在那边的房地产的投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其实2025年对德州连投资者也开始喊凉。过去几年呢，抢着买德州房的投资者，现在发现他那边的租金涨幅呢，根本跟不上持有成本的上涨，不仅跟不上，而且它租金其实现在还呈现了下跌。而且现在随着贷款利率的增高，然后房贷、地税、保险、HOE 一切的增加，各种持有成本的上涨，那边的现金流已经开始转负，甚至于负上加负。现在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Zillow 上的这个例子。然后这个房子呢，大家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它开车到那个 Apple 的 campus 呢，只要18分钟，通勤是非常好的一个房子。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房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情况。这个房子现在在 Zillow 上的正在挂牌出售，它卖价47.9万。单看这个房子非常的漂亮，地大，房子也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老房子，但它保养的非常好。那南加州想都不要想。但是我们再下拉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历史记录，你就会发现房主呢其实非常急于出手这个房子。那么好的房子，那为什么他要出手呢？然后他肯定有背后的原因。这个房子的销售历史呢，也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 Austin 近几年的房地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2月17号2022年的时候，它挂牌出售，然后当时挂牌的价格呢是差不多是52万那个样子。那因为我是卖过房子的人，然后当时一般上卖房子的周期基本上都要从挂牌到过户，基本上都要1-2个月。哇，这个房子才仅仅上市3-4天就已经 contingent。然后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而且正好是2022年。从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 Austin 那边的房子是在2022年的5月份达到的顶峰，那么这个房子正好是在2022年2月份出售，基本上就正好在那浪街的那个开头。然后这个房子那么快就交易，当时肯定是很多人抢。所以说当时这个房子呢，
就说我们保守估计加个几万块钱，加个7、8万，按照当时的这个市场情况都是很合理的。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的卖价可能是60万，他当时以60万被卖出，然后呢，这个买家把它买下来了之后呢，然后呢，从2022年，然后到2025年，然后呢，在市面上现在以47万9千的价格出售，它的价格跌了差不多有20%，一边挂牌出售，然后呢，一边在挂牌出租，然后看得出来这个房主呢，其实很希望快点把这个房子脱手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这个房子的 property tax 呢，差不多有1万块钱。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从2022年到2025年的一个投资对比表。然后它从2022年呢，这个房价我们预估它当时在市场上交割，最终是以60万的价格交割。然后它的月租金收入呢，在当时是比现在更高的。现在的租金其实是在下降，当时的月租金差不多能够达到2600块钱。然后呢，年租金收入呢就差不多有31200。然后我们的月贷款支出呢算2416，那么它的年贷款支出呢就是28992，然后年地税呢我们算6889，然后呢 HOA 都还是0 ，OK， 因为那边德州好的一个地方，可能一个优点就是它 HOA 没有，但现在已经开始实行 HOA 了。然后它的年保险费用呢是1400块钱，然后它的年总支出呢是37281，然后呢来用这个呢年总支出就是这么多，然后用年租金收入减去年总支出呢，我们得到负的6081。然后我们再看看2025年的变化，它的房价呢跌到了48万，然后呢月租金收入反而降了300块钱，降到2300块钱，然后它的年租金收入自然同比下降，然后它的月贷款支出呢，虽然房价低了那么多，但是由于贷款利率的上升，所以说它的月贷款支出呢跟之前是差不多的，是2395，然后呢年贷款支出同理乘以12，然后它的年地税呢比2022年上涨了好几千，现在是差不多1万的样子，然后 HOA 还是0，然后年保险费用呢也是上涨我们预估2000，然后年总支出呢就上涨了好几千，差不多达到了4万的样子，47140，年净现金流呢就负到了13140，所以说你看这个房子它的年现金流从2022年到2025年就变化了那么多，几乎是负了一个 double。所以说2022年虽然房价更高，但是租金也较高，贷款利率也低一些，所以说亏损反而少一些，只有6081。然后2025年呢，房价开始下降，但是租金却下滑，地税和保险上升，就导致年亏损翻了1个倍。翻的不止1倍，比1倍还多，达到了负的13140。所以说我们观众朋友们从数据上就分析得出来，为什么这个房主可能那么急于出手，因为现在的持有成本越来越高，然后他现在你看他以前只是付6000，现在付了比2倍还多，就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能看到这个离 Apple Campus 才那个通勤仅18分钟那么好地理位置的一个房子，现在在市面上2800的价格都还没有出租出去，那就更别说那些稍微远一点的新社区了。那边新社区那种新交割的房子扎堆，而且那边的租客的质量还参差不齐，那空置的时间就会更长，那管理难度也是加大。所以总结来说呢，德州并不一定不行。只是呢，它不再是那个买就赚、搬就省的乌托邦了。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管是移居还是投资，所以如果你不看清真实成本，那天堂也可能变地狱。所以要谨慎啊，多算一算。好啦，如果你喜欢这类结合故事、趋势和数据分析的视频，请帮我点赞、订阅和转发，告诉我你对德州的看法，然后呢，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案例？欢迎留言和我一起讨论。这里是星星，咱们下期见，拜拜。